男人被恐怖诡异的女鬼压在身下，他不仅不害怕，还感到无比兴奋，甚至流下了幸福的口水。夫人，我看你也是风韵犹存啊。好耶，那就留下来陪陪我好吗？我害怕。当然可以，不过你老公不会突然回来吧？我老公很早就死了，他的尸骸就在地下室。哦，这不是更妙了？要不把他的尸骸搬到房间里来，他也能有点参与感。这不好吧，有点太……看来你对我不是真心的，那我走了。别走，依你，多依你。那现在可就轮到我的回合喽。5点半，第一缕阳光照耀在江小艺的躯体上，闪烁出晶莹的光泽。Nice， 夫人您可真厉害啊！夫人看到女鬼一动不动，江小艺掰过女鬼的脸颊，这才发现她的脸表情扭曲僵硬，看上去似乎已经饮恨西北了。我可是听说你杀了好多个驱魔人，才想来看看你能带给我什么惊喜，结果还是差点火候嘛，真是不争气啊！他曾经是阴间之主，遭身边心腹暗算惨遭肢解，不过因为实力强悍，无法彻底被杀死，便被流放到了这个世界转生。好消息是，转生之前江小艺以秘术夺回了一部分身体控制，让其跟随自己一起转生。坏消息是，当时没细看拿到的是一部分。出生的时候，他直接把接生的大夫吓晕了，自己也被视为不祥被生出生物，丢到了孤儿院。好在这个世界也有各种各样的诡异降临，不然我这阴间之主的身份才是真的一点用都没有，只能当个真正的普通人了。来电的人是孤儿院的院长，从小就对江小艺很好，江小艺也从小到大都叫他老爹，而他能知道诡异出没的线索，也都是托了院长的福，因为院长就是驱魔人的一员，他书房里有很多这一类的书，江小艺从小到大就偷看了不少。喂，老爹啊，这么早打我电话干什么？我正梦到我跟耶稣还有如来斗地主呢，本来都要春天了。你现在在哪？啊，你是不是进我房间发现我没在？其实我不是刚睡醒，我在厕所拉屎。厕所里也没人，你到底在哪？喂，你说啥？厕所没信号，我听不到啊。这混小子是不是又偷看我电子邮件了？我警告你，给我赶快回来，那里是灵域，不是以往的孤魂野鬼，是灵域。是什么玩意儿？喂，真没信号了。言处法随是吧？该死该死该死！不会真的是去那了吧？灵域全家福即将降临，难度 A， 攻略等级区间1至30级，地点赤山市北郊，备注暂无。A 级 A 级，怎么会是连我这种资深驱魔人都有可能死亡的 A 级？现在只求你能坚持到我赶到啊，混小子！此时江小艺转头发现，刚刚还在熊熊燃烧着的别墅，此时竟然完好如初了，甚至完全是一副崭新的样子。别墅的大门无风自动，滋啦一声被推开，似在迎接江小艺的进入。进入别墅后，江小艺看到那个熟悉的女人，愣了一下。这不是昨晚和我激战的女鬼吗？她怎么活过来了？这气息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夫人，我们又见面了。女人对她的声音置若罔闻。你不认识我了吗？那你认识他们吗？他们是你老公和儿子啊。女人突然发出凄厉的惨叫，满脸恐惧。不是我，不是我干的。没关系的，都过去了。只要我在，我就不会让你想起这些痛苦的回忆的。不是我，不是我。好好好，不是你。江小艺一边轻声细语的敷衍着，一把将她公主抱了起来，然后按照记忆中的路线回到卧室，将女人丢在床上。嚯，之前跟废墟没啥区别，现在变得干干净净的。昨晚累了一身汗，正好去浴室洗个澡。用着你的浴室泡着你的澡，你床上的老婆说你死得好。不一会儿，江小艺刚洗完走了出来，她便发现刚刚还整个一副战后创伤模样的女人，此时竟然正站在那整理头发。哟，竟然还活着呢，真是不得了！女人机械地转过头来，可脸上竟然还是头发，头发里传来怪笑，仿佛是在无情地嘲弄着江小艺。但江小艺看着她，却是笑容更深。我就知道你在。不过你怎么穿上夫人的衣服，还用她的东西啊？你好骚啊！什么？你说这次的灵域根本不可能攻略？这个男人正在使用冲刺螺旋丸驱鬼，而下一秒身下的诡异却突然消失了，连带着整个房间也消失了。男人瞬间掉在地上，摔了个屁滚尿流，还把地上砸了个大洞。这时的他还不知道，他误入了一个哪怕连顶级驱魔人进入都九死一生的灵域。而此刻灵域外面，一群顶级驱魔人大佬正在商量着如何攻略这个灵域。什么？你说这次的灵域根本不可能攻略？没错，只要是心存善念的人，就不可能攻略这个灵域。此时正在发言的是一个刚刚侥幸从灵域全家福中活着回来的驱魔人，代号清洁工。这个灵域是双层灵域，通关第一层会自动被传送到第二层。第二层的那个女人身上有大恐怖，她能偷取他人生命力，反哺自己，让你越来越虚弱。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她已经彻底成长到碾压你的地步。而这个过程只需要短短10几分钟，要不是我有保命的道具，现在都凉透了。
也就是说，唯一解就是在刚刚看到女人的时候就杀死她，或使助灵鬼出现，否则必死无疑。没错，可是这根本就不可能啊！那个女人的气息怎么看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神也不会一见面就想到杀了她的。而那个助灵鬼成长速度太快了，并且它还有保密机制，进入灵域的人在里面会忘记跟灵域有关的一切，所以根本没法通过之前的经验来进行2次攻略。这就麻烦了，这种灵域哪怕是 S 级驱魔人也不一定能攻略，里面助灵鬼的能力注定了他遇强则强，哪怕勉强攻略了，最多也就只能得到一个及格的评分。灵域攻略成功后会有结算评价，而结算评价分别为不及格、及格、良、优、完美，及格以上就能存活。可是如果评价得不到良以上，灵域就还是会降临，而灵域降临现世后，整个赤山市将化为一片鬼域，所以这根本就是死循环。正在会议室的气氛陷入死寂的时候，突然会议室中出现系统公告：灵域全家福攻略成功，降临终止，评价无法复刻的极致，攻略者选择了不公开。无法复刻的极致，这个评价我怎么从来没见过？这种恐怖的灵域会是谁攻略的呢？原来最高的评价不是完美吗？不是我的肉夹馍哪去了？咋突然消失了？不过你还真别说，虽然他分不清正反面，但是却别有一番滋味。之前江小艺正搁那修炼螺旋丸，猛猛旋转，突然身下的床就消失了，结结实实摔了个屁股，回过神来，发现自己正身处一片荒野，面前还有一块半透明的诡异面板。江小艺此刻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系统面板，整个人都是懵的。全家福攻略完成，攻略评价无法复刻的极致，获得额外奖励，探索度100%，获得额外奖励，获得成就5，一不挑食，无论是什么物种，对你来说凑合也能用。2位亡人的倾心，你能听到他亡夫的低语，但你不在乎。3我的目标很明确，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你只想冲锋。4神探，你一眼就看出了真正的凶手。增益，每次进入解谜类领域将随机出现一次重要提示。5偷渡者，你是近10年来唯一不通过其他驱魔人的推荐，以凡人之躯成功攻略领域成为驱魔人的人。增益，获得一份神秘福袋。我丢，刚刚是灵域，难道我终于要成驱魔人了？哈哈哈！江小艺抑制住心里的兴奋，其实在他刚刚看到瘫坐在地上的女人之前，就已经洞察了一切，当即就看出她已经被寄生了一半。为了引出那个鬼，江小艺这才给了他装神弄鬼的机会。本来以为是灵异复苏力度变大，结果居然是误打误撞进入灵域了。原来是灵域啊，那就没法常来看看了。可惜了，还挺怀念那像是抹了薄荷牙膏似的清凉感觉。妙啊！摇摇头，他又更加认真地研究起了眼前的面板。序列编号114514，代号，请命名。以下为全家福攻略奖励，基础奖励，通用点数1000，治愈合计5，立刻恢复50%生命值。江小艺看着这些奖励，他的眉头越皱越深。魅魔边框、丝绸睡袍，还有个看似是好东西，但是最后肯定是100%抽出垃圾的福袋，感觉用处都不大。这特么不就是夫人身上那件睡袍吗？不过穿在里面倒也不是不行。出门在外正经人谁扒人家衣服啊？现在就剩这个福袋没开了，看看能出啥好东西。总感觉大概率是垃圾。点击开启之后，福袋便在一阵金光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截枯败的手掌。嚯，出金了！难道20年来积攒的运气就是为了这一天？江小艺满脸兴奋地仔细端详起来这个物品的详细资料。邪神的左手碎片4，深渊邪神的部分碎片，佩戴后你可以借用他左手的一部分力量。品质禁忌，建议使用等级20，碎片4全能，完全护甲穿透，攻击无视物理抗性。备注1，此道具并非真正的邪神左手，可在真实世界使用，每使用一次，你便能更清晰地听到他的呼唤，请谨慎使用。备注2，搜集另外3份碎片后，你可以获得完整的邪神的左手。邪神的呼唤，让我看看什么掉毛敢在我面前自称邪神。江小艺二话不说，直接佩戴上。戴上的瞬间，他就感觉左手有些发胀，像是要被撑爆了一样。同时，他的耳边出现了意义不明的呢喃声。建议使用等级20，我现在的等级只有1，所以这么勉强吗？这样别说攻击，提个东西都费劲啊。不过这呢喃声为何觉得有点耳熟？强忍着不适，江小艺观察起左手上的那道虚影来。突然，他愣住了，这虚影上的那道伤疤似乎有些似曾相识。下一刻，他破防了。我去，这他喵不是前身我的左手吗？我自己开除了我自己。男人浑身上下只有一个部位是原装，而他现在却在福袋中开出一具身体碎片。但他不仅没有多高兴，反显得更加疑惑。他因为身体残缺，导致自己前世记忆也是残缺的。他也一直弄不明白，这个世界和他前世的世界到底有没有联系。哎，想不明白就不想了。好在现在除了勇敢牛牛，还多了一个手掌，慢慢攒齐碎片，原装合体，未来可期呀。但江小艺明白，金色奖励没那么容易获得。他这次也是在生死之间穿插系统，才攻略的这个领域，才得到那么一个福袋。再好运抽到了金色奖励，来源极其不稳定。哒啦咚当咚当咚当咚，咚咚咚当哒啦咚当咚当咚当咚。江小艺看着来电显示，有点心虚。喂，老爹啊，你给我打这么多电话干啥？我刚看到居然有10几个未接电话。此时电话那头的声音却有些哽咽。你现在在哪？我刚才接到通知，灵域被攻略了，你没事吧？老爹你放心，我没去灵域，
我只是昨晚和朋友出去玩了，刚刚不知道为啥手机突然没信号了，这会儿正准备回去了。没去就好，哼，等你回来我再收拾你。嘿，看来这老爹还真没叫错。江小艺一直知道院长很关心自己，只是没想到院长对自己会关心到了这种程度。老爹现在应该就在附近，得赶紧回去，必须要比老爹快，不然他肯定会怀疑我来过北郊的灵域。得益于睡袍的耐力加持，江小艺全程几乎没停，一路骑着自行车狂奔回了孤儿院，竟然比院长还快一点回到了孤儿院。院长因此也并没怀疑江小艺去了北郊。江小艺回到自己房间后，第一时间打开了系统面板，鼓捣一下午，总算是对驱魔人整个系统有一些了解。A 级的神秘福袋都只产出了一个碎片，那么如果想获得更好的东西，至少也得是 A 级，甚至是 S 级。犹豫了片刻，江小艺还是将目标放在了 S 级的灵域上。虽然危险，但是攻略后的回报肯定也是丰厚的，并且他在全家福灵域里面还得到了一个复活币，值得一搏。江小艺在一堆灵域池里学了很久，终于看到了一个1级就能选择的 S 级灵域。24-8，这是有24个人进入，但只有8人存活，2/3的死亡率比大部分的灵域强多了。而且这个灵域目前还没攻略成功，有点刺激，就你了。江小艺根本不犹豫，反手就是一个开始连接。灵域名称：无限监牢，无数罪恶之人被关押在名为黑塔的监牢中，等待最终考核。你作为第7批新任监管者，目标是要解脱那些迷失的灵魂。本场灵域驱魔人数量4，难度 S。任务目标1：寻找黑塔的秘密。任务目标2：待开启。注：现实世界1秒为灵域时间1000秒。哟，你醒了！这他喵的居然是多人灵域！你进来之前连这种重要信息都不看吗？你们3个是一起的吗？不是，大家应该都互不认识吧？既然如此，我建议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包括擅长的事以及掌握的技能什么的，以便之后的工作分配。我先来吧，我的代号是鬼面狐，目前等级为15级，擅长解谜和布置陷阱。我叫重炮，17级，玩枪百发百中。柳刀14级，技能组是巫术方向的，也勉强能制造傀儡，不过这方面不是很精通。难道没有医疗类的吗？那你呢？我的代号是请命名。那什么，那个不是你的代号，代号要自己取的，你不会到现在还没取名字吧？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吗？江小艺瞬间以光速召开系统面板，取了名字。OK， 给我个面子，刚刚的都没发生，重新介绍一下，我叫我为江宝通灵域。你擅长什么？江小艺看了看个人面板，似乎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擅长吗？我魅力值很高，算不算？这个男人是个罪大恶极的杀人犯，而神明却要送他的灵魂上天堂，甚至还要封他的天神职位，这便是这次灵域的主要任务目标。对此江小艺很不理解，但他也不想理解。肤色正确，行为正确，还想上天堂？妈的，直接枪毙！江小艺为了收集自己的身体碎片来挑战 S 级灵域的无限监牢。此刻监牢内响起一个声音迎接他们的到来。既然来了，那就快报道吧，监管者们。一行人走出房间，来到大厅，才看清说话的人是一只人面鸟手的人面鸟。哦，我可以摸摸你的翅膀吗？你的翅膀好漂亮。你们可以叫我信使，这是上一批监管者居住的地方，现在他们走了，你们就住在这里吧。这几套衣服你们自己穿上，穿上后就能知道监牢的信息了。众人换上衣服后，监牢的信息便如同潮水般涌入了他们的脑海，一时间所有人都待在原地。现在你们已经拥有了黑塔完整的地图，如果你们愿意，还可以随时监视黑塔下层区里任何角落的动向，那里就是关押着迷失灵魂的地方，中层是你们休息的地方，而上层则是黑塔主人居住的地方。你们不要尝试去观测上层，否则会遭受诅咒，必死无疑。我想知道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我们为救赎之神服务，我们的工作自然是帮助那些犯下过罪孽的灵魂得到救赎，能够进入天堂，就是你们要做的事。你们每人每周都必须有一个救赎的业绩，如果实现达到，你们没有完成救赎，那么你们也会被投放到黑塔下层，成为罪人。现实世界关押了几年的人出狱以后都不一定改过自新，这里的都是极恶之人，一周就要完成一次救赎，是否有些异想天开了？当然，我知道条件很苛刻，不止我知道，救赎之神也知道，所以你们救赎的方式并不做限制，你们在黑塔下层拥有和神一样的全能，你们能想到的一切方式都可以实施，救赎之神要的只是你们的业绩。什么都可以吗？什么都可以。对了，这个给你们。信使拿出4个手环，递给了他们，手环上刻着4个不同的数字。江小艺是87，鬼面狐是68，重炮是60，柳刀是63。这是我们的房间号。不，这是我对你们的好感度。好感度？难不成还有感情线？正在众人疑惑时，江小艺看着自己超高的好感度，却突然兴奋了起来，转头就给信使抛了个媚眼。讨厌，现在还上着班呢，收敛一点了啦。你娇羞个屁屁啊！
这个好感度代表的是我对你们的容忍度，换句话说，是我的耐心。建议最好不要再做类似的事，消磨我的好感度。看来这招行不通啊。好感度加2，目前89。江小艺愣了下，偷偷看向重炮的手环，发现他的好感度降为了59。呵，有点意思。那么尽快开始你们的工作吧，祝你们好运。众人在信使离开后，经过一番商讨，还是决定先从下层救赎罪犯的任务开始执行。有了监管者的权限，他们可以直接传送到下层的任务。一行人传送到档案室里，挑选准备救赎的罪犯。档案室里空无一人，只有一只鹦鹉悬在门口的铁杆上，嘴里不停重复着忏悔救赎迷失灵魂，忏悔救赎迷失灵魂。而在档案室正中间摆放着一块石碑，上面写着4则救赎须知。前3条规则都没啥，唯独第4条却非常值得推敲，以进入天堂为准。也就是说，即便囚犯真的忏悔了，也不一定能拥有进入天堂的资格。或许是因为有的囚犯犯下的罪孽太大，导致无论如何天堂都不会接纳他们了。有可能。总之，我们先尽量挑选罪孽轻一些的吧，这样无论是让他们忏悔，还是被天堂接纳的可能性都要大一些。众人都在档案室里挑选了起来，其余几人都是在教唆盗窃之类的区域寻找目标。江小艺却是一头扎进了无法分类的区域。无法分类，顾名思义，就是犯下的罪孽不止一项，无法具体分类。江小艺也只是好奇这些罪犯到底能罪恶到什么地步。团伙盗窃，等同伙入狱后，又趁机强奸其妻子，完事后达人毁尸灭迹，还使用了耶稣同款裹尸布进行抛尸。卧槽，什么综合性人才？还是双性恋，有特殊癖好，对女性表现为 S， 对男性表现为 M， 这是什么逆天海扁童？别闲逛了，我们差不多找好目标了，抓紧时间。江小艺闻言把档案塞了回去，然后去盗窃区随便抽出一份档案，就跟着众人一起各自传送到了监狱。等江小艺回过神来的时候，他已经坐在了一张椅子上，面前是一个赤着上身、被绑在石柱上的男人。江小艺看了眼手里的档案，顿时懵了，因为这个人就是他之前看的那个逆天海扁虫，因为他也盗窃过，所以他的档案在盗窃区也有一份。坏了，档案上没有照片，也不知道是你啊，这完全没有救赎的欲望。你叫约翰是吧？生前曾经盗窃过。是的，那么尊敬的监管者大人，您打算如何救赎我，让我忏悔，把我送进天堂呢？无意忏悔。肤色正确，行为正确，还想上天堂？妈的，直接枪毙！别人都在房间里坚持了3小时，而这个男人进去5分钟就完事出来。不过这并不是他不行，反而是因为他太强了，5分钟就干完了别人3小时干完的活。所以这就是你5分钟就结束了救赎的原因吗？这不能怪我，他是个黑人，还像耶稣一样被绑在柱子上，还敢威胁我。最让我难受的是他还扒拉我。我不知道面对这种情况，谁能忍得住不往他脑门上钉钉子？你不是说他被绑起来了吗？他怎么还能扒拉你？哎，难不成你给他解了手上的绑，往他手上也钉钉子了？钉完他的脑门才想起来耶稣被钉的是手掌。我是文盲，真是不好意思了。那你的好感度有变化吗？没变，我出来第一时间就看了。这信使当时说的是不择手段，可以采用任意方法进行救赎，所以我猜测指标里应该包含了次品率，弄死1-2个灵魂大概是无伤大雅的。信使倒的确说过可以不择手段，但你的好像是不择手段的想把囚犯弄死啊，还次品率，你当这是场子是吧？这不就是一条将灵魂送往天堂的流水线吗？跟工厂有啥区别？只要能进天堂，谁来都一样不是吗？江小艺这一句无心之语，鬼面狐听到却瞬间兴奋起来。你们说，这有没有可能就是黑塔的秘密所在？我装逼乱说的，你怎么又懂了？你们想，救赎之神主管救赎，那么按理说他的职责应当是普度众生，可现在的实际情况跟他的职责显然是相悖的。现在的实际情况是，黑塔变成了流水线，不管质量只管数量，初衷已经变了。既然如此，我有一个想法，不能只顾着救赎任务。我好感度高，我去找信使探探口风，看看能不能得到一点点线索，哪怕万一被扣点好感度问题也不大。如果都只顾着救赎任务，那永远无法攻略这个领域。正当众人还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大厅突然出现声响，距离黑塔进入宵禁状态还有1分钟，请各位监管者在此之前回到自己的房间，否则将被视作威胁，投放进下层监牢。众人闻言也来不及多说，立马各自选了个房间溜了进去。随着4人关上房门，他们各自的手环开始了播报。今日累计成功次数0，好感度扣除10，业绩不达标，请再接再厉。其他人的播报到此为止，但江小艺和重炮却还在继续播报。检测到您的好感度为49，低于50，您能够使用的监管者全能变弱了，不再对囚犯绝对压制，在救赎时可能遭遇囚犯反抗甚至威胁。请注意，您在救赎时亵渎了耶稣，救赎之神很满意，您的好感度回调至89，请再接再厉。我去。4日，众人来到大厅，见面后重炮就说了自己好感度低于50的问题。众人闻言皆是心里一沉，而江小艺并没有向众人说明自己好感度的情况。失败1次扣10点，好感度低于50权限变低，救赎就越容易失败，然后继续扣好感度。谁也不知道好感度变低到底会怎样，得做最坏的打算了。既然如此，我今天就先不和你们一起去了。
如果你的推测属实，那么好感度其实也是一种倒计时。趁我现在好感度还多，有容错率，我去和信使打交道，看看有没有其他途径。你们继续去监牢尝试救赎。中午我们会合交换情报，我到时候再决定去监牢里该如何救赎。倒也不是江小艺多么大意，而是这种多人灵域攻略，活下的人越多，奖励越丰厚，反之则会根据死亡人数递减。S 级灵域抱团是最明智的选择。搞内讧对驱魔人来说是大忌。三人也明白江小艺这是在通过牺牲自己的容错率帮他们。那就拜托你了，看你的了。监管者找我有什么事情吗？我想说，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孩，你的眼睛就像星星一样耀眼。如果你找我是为了职责以外的事，请你立马离开。好感度+1，目前90。哦，我唯一的心愿就是摸摸您那对可爱的柔软的小翅膀。信使大人，如果有如此殊荣，我相信我一定能更好的投入我的工作。您可以满足我吗？哼，这样就能让你心甘情愿的工作吗？监管者，你竟然如此廉价，真是令人失望。好感度+1，目前91。不，这不是廉价，是爱慕，是我对您的爱慕让我愿意放下一切。相信我，我会为您献上忠诚。既然如此，我便赐予你获得如此殊荣的机会。你需要用更加恳切务实的工作来回报我的恩赐。江小艺伸手捏了捏那对看似骇人，实则滑嫩柔软的翅膀，轻拢慢碾抹腹腿，初为软翅后揉腰。你做什么？信使大人，其实我还有件事想拜托你帮忙。你说。我昨天睡觉的时候，床板有些硌腰，你能陪我去看一看是怎么回事吗？帮下属解决生活上的琐事也是我的职责之一，那就没有办法了。好感度+1，目前100。嘿嘿，鸟类的口腔内没有牙、唇、齿龈和颊，只有喙和舌，在鸟的咽与腺位之间便是食道，是一种易于扩张的畸形管道。这些都是江小艺刚刚学到的新知识，但是他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通过和信使的交流得知，从最开始黑塔就没打算让他们顺利完成救赎。除了江小艺自己因为魅力值很高，所以是特例。既然你说增加好感度唯一的方法只能是完成救赎指标，那么顺利完成指标后，我能获得什么？获得什么？监管者，你实在是太贪心了。难道你刚刚说的都是骗我的吗？有我还不够吗？当然不是骗你的，我只是觉得身为监管者的我配不上你。我会努力工作，但前提是我需要看到希望，足以让我有一天能光明正大和你站在一起的希望，而不是现在这样需要顾及旁人的眼光。不是一时冲动的热血上头，而是怀揣着责任的义无反顾吗？如果你实在希望一直为我效劳，我就赐予你进入上层的权利。50，鬼面湖三人从下层监牢回来，今天的救赎又失败了。三人刚回到大厅，却在大厅突然撞见信使。那是信使，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的？不好，江兄可能有危险。信使大人，您怎么会来这里？黑塔之中，我随处可去，难道需要提前告知你们吗？柳刀看着信使这略显慌乱的模样，若有所思。他突然有一种独属于女人的强烈的直觉。应该不可能吧？信使大人，请不要误会，我们只是想询问您是否看到了与我们同行的那位监管者。应该在房间里吧，我不太确定。哼，请你们勤勉一些，黑塔不需要没用的监管者。看来只要进入天堂，无论谁来都一样。这句话原来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江兄，江兄，你们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你没事吧？没事，没事，你倒是快出来啊！你真没事？没事啊，我能有什么事？一切尽在掌握。江小艺并不是白白牺牲身体的。三人听江小艺说出线索后，知道了好感度只能靠救赎获得，除非是江小艺这种魅力值很高的驱魔人才能触发隐藏线索，其他一般驱魔人根本不可能完成救赎，也就意味着从始至终他们就不可能攻略灵域。那么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不太妙，我和柳刀跟昨天一样，重炮那边情况更严峻，他被囚犯偷袭了。偷袭？你也抽到黑人了？不是，还要更糟。那是什么人？戴白头巾的。嘿嘿，难怪偷袭是人家那边的习俗，没抱着你自爆你就偷着乐吧。如果不是我的体质够硬，估计今天就交代了。这好感度刚掉下50就这么严重，不知道后面会有多夸张，你们千万要小心。你们就先好好休息吧，我去试试。江小艺来到档案室，他没有去找档案，反而去翻找监牢的档案记录，不多时就找到他想要的东西。记录里显示，每次都是刚刚收监新囚犯就能有老囚犯进入天堂，几乎都是这样，真有这么巧吗？有意思，但现在时间紧张，想要保活那3个队友，只能剑走偏锋。打定主意，江小艺来到无法分类区，找到了一个罪大恶极的囚犯档案。下一刻，他就被传送到了审讯室中。和约翰一样，眼前的目标还是被锁在石柱上，只不过因为他的罪孽更深，所以他的模样也比约翰更加凄惨，浑身上下全是伤。你叫艾伯特·海默？是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监管者，真新鲜呢。那你是怎么知道监管者的存在的呢？不说嘛，真是个硬骨头，我喜欢。那么你对你过去那段失败的人生有什么想法吗？
我并不认为我的人生是失败的。监管者，后人提起我的名字时，还是会感到惊惧，这怎么能算失败呢？这我倒是不赞同，至少我就从来没听说过你的名字。不过我倒是听说过罗伯特·奥本海默。奥本海默是什么人？也是赫赫有名的传奇杀人魔吗？啊不，他是元神。江小艺轻轻打了个响指，海默身上的铁链便径直消失不见。下一秒，身体虚弱的他跌落到了地上。我在档案上看到你似乎有些特别的癖好，倒是跟我上一个救赎的囚犯差不多。你要做什么？别急，我是来陪你玩的，现在才刚刚开始呢。话音未落，海默震惊地发现自己身上的伤势竟然全部愈合。按理说他应该舒适起来才对，但他却发现他脑袋却更疼了。现在你的身体已经痊愈，恢复到了最健康的状态，但你的感知能力却增长了30倍。你的感官、你对语言的反应、你内心的敏感程度等等，全部提升了30倍。你到底是什么意思？还不理解吗？你这条愚蠢的公！他已经去了2个多小时了吧？希望他这次别乱来，再把囚犯搞死了。先相信，别质疑。4号监管者已成功救赎一个迷失灵魂，将其顺利送入天堂。这混蛋还挺持久，果然只要能把囚犯送进天堂，不管什么方式都算成功呢。真是没有底线的救赎之神。上过天堂的人都知道，人死后灵魂想上天堂的方法有很多种，要么生前积德行善，要么死前悔悟得到救赎。而这个男人上天堂的方式却有些特殊，他是怎么上天堂的？只因为在30倍的感官加持下，江小艺完美的满足了他的擦皮，活活爽上了天堂。信使，该兑现你的承诺了。怎么会这么快就救赎成功？你做了什么？嘿嘿，以后和你试试就知道了。带我去上层吧，我该见见你的上司了。唉，跟我来吧。不准玩弄我的翅膀！啊，抱歉，他们在我面前晃晃悠悠的，很难忍得住。哼！经过一段漫长而寂静的时间，两人来到了中层和上层的交界处。待踏入交界处后，他突然感受到手臂很痒，一看手臂，发现手臂上布满红斑。你居然！我早就告诉过你，上层存在着可怕的诅咒。不过没关系，只要……他话还没说完，只见江小艺脸上的惊恐已经消失了。嗨，原来只是诅咒啊，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有性病呢。又继续走了很久，江小艺的诅咒已经蔓延到了全身，而他却是面不改色。你的耐力真是非同寻常。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把自己的感官屏蔽了，你自己发给我们的监管者长袍，自己不知道有什么功能是吧？来到上层大厅后，江小艺身上的诅咒似乎已经很严重了，浑身上下都长满了堵包。江小艺此时根本不敢看自己身体，他嫌恶心。唯一有些奇怪的是，浑身上下都鼓鼓囊囊，唯独裤子里没啥变化。要不要看一眼？哦，原装的就是狠，完全不受影响。主人，他来了。江小艺看到救赎之神的瞬间就发现，信使的脸居然和救赎之神的脸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信使的脸比较僵硬一些，而救赎之神则是更加的灵动自然，浑然天成。让我看看你在我沉眠的时候做了些什么。闻言的信使垂下头颅，一束光芒将信使和女人链接在一起，突然女人便一下子干呕了一声。他不敢置信地看向信使，然后看向身旁的江小艺，无比后悔这个举动。原来是他通过读取信使记忆，看到了让他难以置信的一幕。更难受的是，读取记忆的时候，记忆中的感官也是同步传达的，那种填充感，还有嘴里的那个味道，无比真实。咋了这是？吃啥不干净的东西了？这什么眼神？什么态度？真下头！如果忽略掉你昨天表演的有趣的节目，第一次就完成了1次救赎，真是令我意想不到。你就是救赎之神吧？别扯这些有的没的，请开始讲述你的故事。我的故事？我从未说过我有与你分享故事的打算。好，都不说是吧？那我来说，先说说你和信使的关系吧。我不知道他是你的傀儡，还是你创造出来的什么。手环上本该是信使对我们的好感度，但我在昨天救赎之后提升的好感度却是源自于你。2个不一样的个体怎么可能共享好感度，甚至以你为主呢？敲代码的时候能不能注意点？怎么，你竟然不知道？那你先别急，让我先急。你做了这么多，并不是为了让囚犯得到救赎，而是为了让他们能够顺利进入天堂。你身为救赎之神，却做出和你的名号相悖的事，甚至你将囚犯送入天堂的办法，竟然还是牺牲监管者。看来，就连监管者在你心中的地位，也不如囚犯升入天堂的名额。你继续。我一直很好奇，你为什么会将本该是给迷失的灵魂提供改造机会的黑塔变成这样？在此之前，我一直将你当做敌人，直到我变成这样，又看到了你的模样，我才明白，并不是你给上层施加了诅咒，而是有人给你施加了诅咒，影响了上层，也变相影响了整座黑塔。我本来想让你成为我的眼睛，成为黑塔变故以来第一个由监管者晋升的信使，不过现在看来，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加出色。施加诅咒的那个人是上帝吗？救赎之神听到这个名字，原本放松交于小腹前的双手突然紧攥成拳。看来没错了，
你对神明没有丝毫敬意，那我便大可以放心将黑塔的真相告诉你。不过我敢说，你敢听吗？我说不敢，你会不会尬住啊？现在不管你敢不敢，我都要说。哎呦，你想干什么？这个就是诅咒的根源吧？隔绝了你和黑塔的接触，才导致你像是无根浮萍，既得不到力量的补充，又失去对黑塔的控制。你怎么知道？根据你之前说的东西判断出来的呗。之前从救赎之神的口中得知了黑塔的前因后果，冥界发生了战争，上帝这老登胆子小，怕战争波及到天堂，所以大量招兵买马。上帝嫌弃救赎之塔净化灵魂效率慢，所以惩罚了救赎之神，让他失去对塔的控制。救赎之塔也就变成了黑塔，也彻底违背了救赎的初衷，变成一条升天流水线。你看出来了又如何？这东西不是你能毁坏的，而且你现在被诅咒缠身，自身难保。随着时间推移，江小艺诅咒越来越严重，此时说话都有些不稳，只觉得气管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连气都喘不上来，感觉连喉咙里都长满肉瘤。你少说风凉话，有没有路子帮我缓解一下？我感觉要爆炸了。过来吧，伸出你的手。哎，莲啊，还没好呢。我不能把你治好，我现在力量有限，没法彻底解除你的诅咒。你如果想完全恢复，那么就尽可能多的去将囚犯送入天堂吧，否则我的力量得不到补充，你也坚持不了太久。救赎什么的太慢了，想办法把你这下半身雕像毁掉不就得了？都说了你毁不掉它，它无比坚硬，除非大天使长使用他的红色十字圣剑砍伐，否则没有人能够破坏这道枷锁。呀，不小心抠掉了。什么？你怎么做到的？无比坚硬不就是物理抗性无限吗？很不巧，在下非常擅长破防。邪神的左手碎片四全能，完全护甲穿透，攻击无视物理抗性。虽然以现在江小艺的等级和属性还无法发挥其原本的力量，不过抠个墙皮啥的还是绰绰有余。要不要我帮你弄出来？要。姐，今年几岁了？你问这个干什么？哦，问女生年龄不礼貌是吧？那换个问题，姐你是单身吗？单身。姐，你身材真好。姐，这个部位有点敏感，你忍着点不要叫哦。姐，我要用力了哦，你忍着点哈。没一会儿，雕像竟然真的硬是被江小艺抠开了大半，但是他抠得很刁钻，他是从救赎之神的背后开始抠的，除了他的一双脚掌、半截小腿以及大腿的上半部分，膝盖处和双腿的前侧都还嵌在雕像里。大功告成。等一下，我还没出来呢，你怎么不全部给他破坏了？开什么玩笑？把你弄出来，等你恢复了力量，然后我认你宰割，当我冤大头呢？你觉得现在我就奈何不了你了吗？那随你，反正你弄死我，你就等那什么鸡毛米迦勒扛着圣剑来救你吧。你想要什么？你至少得先帮我把诅咒全部消除吧，其他的嘛，我再考虑。不用这么麻烦，要不要考虑和我缔结契约？什么契约？创世纪第2章24节，上帝对亚当说，人应当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互相扶持，不得背叛，已成亚当之约。我去。只要缔结了这个契约，那么你就不怕我对你不利，我也不担心你背叛我，因为从缔结契约的那一刻起，我们的命运就会被绑定在一起。这不好吧？人家还是第一次呢。怀揣着对上帝的恨意以及重新掌控黑塔的期盼，他甚至不吝于献出自己。这无关紧要，我也是第一次。你听说过捕魔吗？我的救赎可是比那些卑微的魔女更加圣洁高贵，你确定不要吗？江小艺自认一向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话都说到这份上来了，再推脱就有些不给人面子了。那什么，之后再放你出来可以吗？我总得验证一下所谓的契约是不是骗我的吧？我是弱势群体，没有保障，很没有安全感的。随你高兴。江小艺拍了拍不远处还沉浸在思考自己的生命到底有何意义之中的心事。啊，怎么了？那什么，我身上还有诅咒，行动不便，过来帮我推一下。多亏是神明呐，真的被治愈了。给您清理干净了。那么，拜拜。等，你去哪里？诅咒都解除了，我肯定走了呀。你先帮我出来啊！又让我和你结婚，又让我放你出来，什么好事都让你占了。我们不是缔结了契约吗？开玩笑，契约这种东西不就是个剧？恭喜我为将宝冲领域获得2个 buff 属性，永久 buff， 救赎之神的治愈增益，状态恢复效率提升5倍，包括自然恢复与药水恢复，永久 buff。救赎之神的誓言，你和救赎之神缔结了亚当之约，你现在可以查看救赎之神的状态了。看到这系统面板，江小艺顿时一怔，之前进来的驱魔人都还活着，也就意味着这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单机副本，很可能是一个真实的事件，也就意味着他签订的契约是真实生效的，并不是什么副本剧情。这下没法提裤子不认人了。你的名字是依稀娜。看来契约生效了。坏了，这个鲤鱼丸仙人跳上贼船了。哎呀，人家跟你调情吗？真是不识趣！你叫2声哥哥，我不就放你出来了吗？非要人家先服软，真是坏。
伊希娜闻言，表情扭曲了几下，最后还是妥协了。哥哥，不是你真叫啊！哥哥，你快点啊！诅咒被破坏了一半，他随时有可能发现，再不让我恢复力量，制造一些迷雾掩盖，会出大事的。这么严重吗？好吧。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江小艺蹲到了伊希娜身后，咔嚓咔嚓掰起了雕像，没多久便完全脱离了诅咒的枷锁。谢谢你，我解脱只是第一步，后续还有很多麻烦。你现在先去休息吧，等我这边结束之后，我们再好好谈一谈。得多久啊？我有点事情需要你帮我。你晚上12点后过来吧。12点以后有宵禁，我怎么来啊？哎呀，哼！救赎之塔，我说了算。哦，你终于回来了，差点没把我们急死。不是，你们难道没有收到关于我成功救赎的提示吗？我以为你们都有的。收到了，就是这样才担心。你那边的捷报刚刚传来的时候，我们确实非常惊讶，也很惊喜。可你一直没回来，我们就琢磨着去找一找你。结果去到档案室，根据你留下的痕迹，我们也从黑塔资料里面发现了监管者顶替囚犯完成救赎的秘密。担心你也跟以前的驱魔人一样被囚犯顶替了。我早该想到的。早上重炮说那个囚犯对他有杀心，我就感觉不对了。结果直到再次进入档案室，发现你留下来的痕迹，这才顿悟。江小艺有点妈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错觉，让他们认为自己是那种大义凛然、不怕牺牲的人物。我发现倒是发现了，不过也不至于做到那种程度。那你到底做了什么？这个我先确认一下，你们应该没有人没满18岁吧？3人一愣，不明所以，但还是摇摇头。那家伙是个抖 M， 我一边辱骂他，一边用鞭子抽他，给他虐得爽上天堂了。算了，既然江兄不愿意说，我们也就不问了。只要能顺利攻略这个领域就好了。现在看起来我们已经成功大半了。这年头说真话都没人信了。虽然你完成了救赎，但是我们的任务目标并没有更新，也就是说，关键不在于此。我现在怀疑，我们只有进入上层才有可能破解黑塔的秘密，只是不知道如何能越过信使这个阻碍。真的假的呀？我这里都更新了呀！众人闻言慌忙打开了各自的系统面板查看。明明2个小时前还没有的，你做了什么？啊，也没什么，就是找人打听了一下。谁？信使吗？不是，我直接问的救赎之神。谁？你说谁？在他们看来，光信使这种 NPC 就已经是不可战胜的，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谁知道他们还在琢磨信使？江小艺已经接触上信使，都敬畏的更高维度的存在了。救赎之神啊！完成救赎，我获得了面见救赎之神的机会，直接就被传送到上层了。他看我骨骼惊奇，想给我升职，但我拒绝了。他当然不愿意错过我这样的人才，就跟我打起了感情牌，把这座黑塔的秘密告诉了我。江小艺把伊希娜给他说的故事挑着重点又复述了一遍，让几人都清楚了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16个驱魔人还活着吗？不止活着，而且就在黑塔里。我猜测这个领域恐怕有些特殊，恐怕所有人进入的都是同一个地方，只有时间线不一样。这也就解释为什么任务背景里特意提到了我们是第7批监管者和时间流速的问题。如果这么说来，这些驱魔人恐怕已经在这里待了很多年了，毕竟时间的速率是1比1000，按照灵域出现的时间来算，最开始被困在这里的人，差不多已经快被困了10年了。丫的真羡慕，他们相当于多活了10年。接上集入夜，经过白天大战的救赎之神，横卧在榻上回味着那股滋味。江小艺也再次来到了上层。你来的正好，我制造瞒过天堂的伪装消耗太大了，可以帮我补充一下体力吗？我补充体力还能帮？今天下午和你缔结契约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我吸收救赎之塔力量的速度有在变快，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这神明怎么跟个双修的邪修一样？可是我已经很累了。不过如果是你，我倒也不是不可以坚持。不过你需要满足我一个小要求。你又想我叫你什么呢？叫？不是，我说的不是这个。那就是看我现在可以自由行动了，想让我主动。你脑子里就没别的了吗？江小艺很难想象自己有一天居然会说出这种话来，而伊希娜自上次之后，仿佛被打开了什么开关一样，现在已经完全把神明的端庄抛在了脑后。因为我真的很辛苦呀，很想放松一下。算了，我直说了吧，我想从你这里带走几个囚犯。带走？你要去哪？我要为掀翻上帝做准备，或许需要离开一段时间。你疯了？不可能的，不管你和他有什么仇怨，你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的。我和他没什么仇怨，但我无法忍受他将你，我的爱人，封印了这么长的岁月。即便是上帝，他也已经有了取死之道。伊希娜听到江小艺的霸气话语，忍不住下意识夹起了头。所以你如果要挽留我，那大可不必，我一意已决，一定要为你讨回公道。为此，我需要离开一段时间去进修，直到强大到能帮你讨回公道，光明正大的和你站在一起。脑子一片混乱的伊希娜压根就没听江小艺后面说的什么，她只知道再不抓紧时间，自己就要不行了。既然您马上就要离开了，那就不要浪费时间说这些并不重要的事了，囚犯还是什么的，你跟我的信使说就好了，他会替你安排妥当的。现在一直看着我就好了。清晨，宵禁刚刚解除，鬼面湖3人便已经聚集在了大厅。江小艺他还没回来啊？救赎之神可不好招架，恐怕遇到困难了啊。
不管成败，我们都没什么好抱怨的。这次的灵域内所有的关键节点都是他在推动的。我擅长战斗类领域，却不擅长解谜，压根帮不上忙。我只是感觉我像个蹭局似的。都醒了，那就走吧。去哪？废话，当然是去捞人了。来到档案室，四人挑选了些觉得最有可能的档案。信使直接拿着档案去监牢提人了。你这一晚上到底做了什么？我只能说，你们能成功攻略这个领域，是因为我在负重前行。江小艺回想起依稀那光环下隐藏着的疼，有些无可奈何。好不容易结束了一晚，累得够呛，人家转头给你治愈，这谁顶得住？一晚上下来不知道多少。虽然原装牛牛受得了，但是他精神消耗很大。辛苦你了。不一会儿，信使便带着16个人出现在档案室。因为是代替囚犯进入的监牢，他们本身并没有什么罪孽，因此压根就没有遭到折磨，浑身上下找不到一点伤势，甚至受刑的痕迹，健康的一批。你看，我就说他们等于是多活了10年吧。不一定是他们，最好先验证一下。怎么验证？问点我们那边的常识，能答得上来的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我问问题，你们老实回答，不准说假话，听懂了吗？别看我，都听他的。您是救赎之神吗？差不多吧。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就连鬼面虎也是一惊。刚说让你低调点，怎么转头直接冒充救赎之神了？还当着信使的面，关键信使还没反驳。好了，第一个问题，宫廷玉液酒下一句是什么？经过几轮的筛选，他们终于从监管者中找出了驱魔人，把他们送了回去。而此时系统界面也弹了出来，无限监牢已攻略，诸位随时可以脱离进行结算。随着灵域攻略完成，众人都脱离传送出了灵域，而鬼面狐却没有立马脱离。江兄，虽然这么做有些不合规矩，但我还是想问问你在哪个安全区，有没有加入驱魔人工会的打算？后面再说吧。那么我也脱离了，之后我们加好友详谈吧。目送鬼面狐也脱离了灵域，只剩江小艺一个人。他走出了档案室，找到了孤零零蹲在外面信使。还难过呢。我只是主人制造的侥幸，拥有情感的傀儡，和你们都不一样。没有外人在场，信使在江小艺面前毫无保留地暴露了柔弱的一面。这有什么的？我也是孤儿，我也一样好好的呀。你不是跟主人说你要离开吗？你怎么没走？不着急，昨晚我和你主人聊过了你的事，在我的开导下，他也认识到这件事对你不公平了。不是，我没有这么觉得。为了表达对你的歉意，我们决定把你同样当作家人对待。家人吗？对，家人。所以我们决定邀请你来玩一些3个人的游戏。3个人的游戏是什么？憋了几千年的救赎女魂要带着信使和江小艺斗地主。江小艺凭借原装牛牛加螺旋丸大法起身。几千年的欲望真是让人难以招架，还好原装牛牛给力。这个灵域是个真实的世界，以后还可以每周抽空来看看，换算成这边的时间也就1-20年，对于神明来说正好小别胜新婚。江小艺脱离灵域后，第一时间打开系统面板，查看起了这次的灵域奖励。让我看看收获如何。无限监牢攻略完成，团队评价完美，个人评价无法复刻的极致，获得额外奖励，探索度100%，获得额外奖励，获得成就8。1. 傲慢与偏见，你的刻板印象和歧视让你的道德水平居低不上。2. 不屈意志，即使你疲惫不堪，仍可以继续战斗。3. 神父，你成功让神明称呼你为爸爸。4. 嗜血狂徒，你成功让神明流血，沐浴在神之血中的你愈战愈勇。5. 交际花，你和任何人都能打成一片。6. 征服者，获得灵域中所有重要角色的臣服。7. 破国籍，你和救赎之神缔结了亚当之约，偷到了救赎之神的神籍。8. 毒神者，你对神没有丝毫敬意，众神不会庇佑你。乍一看这次的成就好像没啥问题，但仔细一看，还真没啥问题。看看奖励给些啥。这次的灵域获得东西并没有让江小艺感到满意，有点用的其实也就只有监管者的项链。让他失望的是这个 S 级灵域居然没给他福袋，而个人属性这块其他的没啥加成，但是魅力值又暴涨一大截。则 A 级有福袋 ，S 级没有是吧？看来原装合体遥遥无期呀。正在他准备关闭结算页面，却发现还有下一页。警告，你破除了救赎之神的诅咒枷锁，你已被天堂标记，请小心灵域中可能遇到的天堂使者，不要暴露你的身份，否则会被天堂阵营优先攻击。获得状态最硬。妈的晦气，抓嫖是吧？不对，拆散牛郎织女是吧？老逼灯，你现在是真的有取死之道了，你最好是别让我逮到了，到时候我高低让耶稣狠狠从后面入你。江小叶，还窝在房间干嘛？滚我办公室里！院里的护工小李遭受了诅咒，来不了了。最近你要跟着张姨一起照顾孤儿院里的孩子。现在世道乱，哪怕是我庇护着你们，也不见得是安全的了。你要早点学会依靠自己呀。那小李什么时候摆鞋？我和他也不熟，到时候少随点行不行？死都没死摆什么鞋？那你提他干啥？那他的诅咒解决了吗？没有，我看不出诅咒的来源，已经从工会那边请了我以前的队友来看。江小艺从院长的办公室出来以后，直奔活动室。活动室里有10几个孩子正在玩耍，
护工张姨也正在那照顾孩子。张姨算是从小亲手拉扯江小艺长大的，对她也很亲切。小艺呀，今天怎么过来了？我就不能是觉得你辛苦来帮帮你吗？哎呦，那我可太高兴了！你有这份心，我就心满意足了。江小艺分明记得印象里，张姨一直是个很漂亮的阿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悄的就老了。正当她有些感慨的时候，张姨却突然剧烈咳嗽起来。怎么了？没事，最近换季，天气不好，可能是感冒了。小李好像也是感冒了，今天都没来上班，你也注意多穿点。我去给你找点感冒药吧，就怕是流感。在江小艺正准备去拿药的时候，突然听到怪笑，然后看到活动室里一个诡异的小孩在那望着他。张姨，那是谁？阿坤，你都不认识了？我问的是阿坤身边的那个小孩，难道普通人看不见吗？就在此时，那个孩子发现江小艺似乎能看见他，当即朝江小艺缓缓走来。江小艺眼瞅着他朝自己走过来，凝重地看了看张姨，然后快步朝活动室外走去。小孩眼看江小艺退避，他更喜欢，快速地跟了过来。直到江小艺走到现在空无一人的厨房，退无可退，小男孩一下子扑了过来，整个人倒在江小艺身前，笑容愈发妖异。抓到你了，你是下一个鬼。江小艺左右看看，确定不会有人过来之后，一把捏住了小男孩的脖子，对着笑声凝固的小男孩露出更加狰狞的笑容。大家都是孤儿，你装你妈的孤儿院，搞特殊化是吧？这个怨灵对你使用精神道德毒，却没想到对你无效，因为你根本没道德。接上集。我还只是个孩子。这是他的精神攻击，任何被他如此精神攻击的人，一定会被魅惑。即便他再如何做出过分的事，表现出邪恶的一面，也不会抵抗，不为别的，就因为他只是个孩子。你是个孩子，关我头发事？他竟然不受影响。江小艺此刻也没想到刚刚获得的傲慢与偏见成就，现在就发挥了作用。他的道德居低不上，所以他并不受道德类精神攻击的束缚。小混蛋，偷袭我是吧？说完，江小艺就对小男孩使用了监管性项链，对其进行控制。你给我老实交代，为什么出现在这里？你要干什么？我是藏在城外一个过路的人，身体里混进来的。我要诅咒这里的所有成年人，这样我就可以把这里变成我的乐园了。现在我已经诅咒了我附身的那个男人和刚刚那个女人。你本来是下一个。果然是你小子！我问你，诅咒能解吗？能解。那你现在马上去给我去解了，解完以后哪来的滚回哪去。此刻病房里，院长和一名驱魔人工会的老者正在愁眉苦脸。老区，这不好办呐！你也看不出诅咒的来源，应该是怨灵，而且还是怨气极深的那种。怎么会？如果是怨灵，我不可能没有察觉。你都10年没进过灵域了，我们在进步，那些魑魅魍魉同样也在进步。有的灵域降临了这么多年，早就滋生出一些恐怖的东西了。哪怕是我们这种经验丰富的驱魔人，稍有不慎也会着了道。你也别太悲观，我说的不好办，是因为很难把这怨灵揪出来。诅咒我再想想办法。那就麻烦你了。我先探测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怨灵的痕迹。于是老者便开始以小礼物为界追踪怨灵的痕迹，可渐渐的，他脸色难看的结束了追踪。怎么回事？我找不到他，感觉到处都是，我怀疑他会附在人体内。如果是这样就糟糕了，除非他主动暴露，不然恐怕找不到他确切的踪迹。如果把所有人聚集起来逐一排查呢？没用，等到附身的人诅咒爆发，他可能又到其他人体内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光解决一个人的诅咒根本没用，被诅咒的人只会越来越多。那怎么办？就在这时，突然有人敲响了紧锁着的门。谁呀？江小艺吗？院长打开门，发现怨灵站在门口，两人顿时如临大敌，戒备起来不敢动。但怨灵下一秒的举动却让他们俩懵逼了。只见这小男孩模样的怨灵走到小李病床前，对着他耳语了几句，小李身上的诅咒便消失了，而小男孩转头就走。哪里走？我只是个孩子。对呀，你只是个孩子，那你快去玩吧。此刻江小艺在屋里又准备继续攻略下一个灵域了。如今连安全区里面都出现鬼怪了，各地的灵域也越来越不稳定了。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强大起来。突然他想起来之前得到的一个技能卷轴还没开，此时也立马打开了卷轴。恭喜获得概念系技能开门、品质、神话，无论是什么门，你都可以打开。冷却时间24小时。什么勾巴技能？有什么用啊？不对，没那么简单。意思是只要是门都能开吗？江小艺试探性的拿过手机，点开一个早就被封的网址。传送门应该也是门吧？此刻那个尘封的网站链接再也没有弹出404，而是展现出了网站原有的风采。牛逼！神中神，还是原来的味儿。江小艺看了一会儿，便继续去研究灵域了。由于之前不小心选成了多人灵域，这次他特地改成了单人灵域，等级 S 级，随机匹配。灵域名称：废土新生。本场灵域驱魔人数量1，难度 S， 任务目标：阻止灾祸的发生。注意，时间流逝速率为1:100，即现实世界1秒为灵域时间100秒。嘿嘿，这次的身份是治安官，不错不错，可以白吃白喝白嫖的，时不时还能收点保护费啥的，相当潇洒。男人第一天刚入职治安官就被上司要求去当卧底，甚至为了让男人同意，上司宁愿把自己老婆都送给他。
接上集，他现在是极乐城的治安官，在他的面前坐着的就是他的头上司治安部长冯远征。在江小义飞机坠毁后，他立刻被上司召集了过来。小江，经过高层会议，我们认为这次袭击是来源于极乐城外的流放者。流放者？没错，极乐城没有死刑，所以犯下深重罪行的人就会把他们流放到安全区外的废土。你一直以来都企图反攻极乐城，将这里改造成犯罪的天堂。这次袭击正是一个信号。如今极乐城正值危机存亡之际，所以组织决定让你潜入流放者内部，从内部瓦解他们。组织想我死就直说。何出此言？不妥，我觉得不妥。流放者可是刚刚整了个大活的亡命之徒，你让我去当卧底，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你想到时候你的事迹传开，你就成大英雄了，多是一桩美事啊！美事？美事？我死外面怎么办？怎么会死呢？你小心一点就好了嘛。你要不要听听看你在讲什么？你看看，你才刚入职，正是建功立业的好时候啊！外面多少人想要这个机会还没有呢？极乐城不比以前，现在人口越来越多，资源就这么多点，不为常人所不能为，你凭什么出人头地？要是成了，我就出人头地了。我刚刚不是说了吗？你就成大英雄了呀！分房子不？分的。分钱不？分的。分老婆不？你要什么有什么。你老婆也行？我也行。那你现在把她叫过来。你等着。说着就给他老婆打去了电话，说什么这边来了个什么企业的客户，让他过来陪一下。一看就不是第一次这么干。卧槽，哥你真给啊！一会儿你就假装是绿洲集团的总经理，别露馅了。别说，冯远征人还真能出，有事儿是真记得叮嘱。哥，我开玩笑的。我老婆很漂亮啊！我咋感觉她比我还激动呢？糟糕，这次竟然遇到硬茬了。真是开玩笑的，部长你别放在心上。那你是同意了？我同意了吧？不过我得怎么做啊？我没当过卧底，有没有什么手册之类的给我学习一下？你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需要犯罪。什么玩意儿？犯罪，你必须犯下足够惨绝人寰的罪行，这样才能把你投放出安全区，而不引起流放者的怀疑。那我该怎么犯罪呢？这些都是极乐城里逍遥法外已久，但始终找不到可犯罪证据的人。你随便挑2个暗杀了，你犯罪的事儿就稳了，而且事后也好给你洗白。江小义翻看着照片，发现都是些总督府核心官员，财阀公司绿洲集团管理层、防卫军干部，还有个老头是治安部前任部长，几乎每个人都跟治安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真逍遥法外还是假逍遥法外啊？怎么看起来都像是极乐城的核心人员啊？我咋感觉你想是借机打压敌对势力？资料肯定是不会有问题的，你照做就是了。行吧，我只管刷本，刷完本就润了，其他的关我这个润人锤子事。夜晚，江小义靠着冯远征提供的铁链模具，早早潜入了其中看上去最好的前任部长家，躲到了衣柜里，耐心的等待着猎物回家。突然，卧室外传来由远及近的脚步声，一个身材纤细的女人摇曳着身姿款款走了进来。这是谁？资料上不是说前部长张鹏是独居的吗？先别管这女人是谁，问题是现在还怎么暗杀？谁能想到60多岁的老头玩这么花，还有这种金屋藏娇的闲情雅致？电话也打不通，又是临时开会吗？这一来二去，又得11、12点才能回来吧？现在9点，也就是说还得2、3个小时，张鹏才会回来。难不成待会儿只能俩一起杀了？正当他郁闷的时候，女人有些疲惫的向床上靠去，没过多久就睡着了。睡着了？不行，避免节外生枝，今晚得先润了。你是谁？怎么进来的？啊，这我不知道你在，我的。不知道我在，你是来找张部长的？算是吧。女人似乎误会了什么，表情蓦然间暧昧起来，脸上堆满了娇笑。哦，你就是部长说的今天要回来的儿子吧？我应该是吗？你爸早就说想和你改善父子关系了，特意叫我今天过来给你个惊喜。你爸腰可不好，一会儿可全看你的喽。张鹏真他妈是个人才，这么个改善父子关系是吧？上阵父子兵。我现在有点事儿，我得先走了。别呀，乖，让阿姨看看你身体怎么样。哎呀，好结实呀！阿姨，请自重。正好他还没回来，你先跟阿姨讲讲你们的矛盾嘛。要是他不对，阿姨帮你说他好不好？眼见江小义一个劲儿想逃跑，女人轻咬嘴唇，凑到江小义耳边挤了一句：“哦，还可以这样，这么厉害？厉害！阿姨，我建议先一起洗个澡，信我。德性。阿姨，你这死亡翻滚，简直太……此刻，醉醺醺的张鹏在好友的搀扶之下回到了家。老张，你卧室在哪？我送你上床以后再走。就是那个最大的。你今天出去没关灯吗？房门一推开，好友顿时石化在了原地，眼前的画面足以让他铭记一生。女人和江小义扭头，六目相对，气氛有些诡谲。正好，老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介绍的时候。这个是我老婆。那这个是谁？这个是我。不对，你不是独居吗？好友重新看向已经裹进了被子里的女人，
似乎想起了什么，大吃一惊。你是冯远征冯部长的老婆？你先别啊，你又是谁？我是灾难下的部区战士，所以我到底是绿了冯远征，还是绿了张华？但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江小艺已经被送进了监狱，理由是破坏极乐城妙缘婚姻。虽然过程和想的不太一样，但是结果是好的。哟，新人啊，不算新人，二进宫。怎么进来的？我以前进来也没人问过呀。怎么进来的很重要吗？那说明你也就是干点偷鸡摸狗的事儿了。以前和你一个耗子，最多也就是个小偷骗子，所以没人关心这个。说偷倒也差不多吧。但现在就不一样了，你是2进宫，罪加1等，这才有幸分到我们这个耗子。申哥就是睡上铺的那位，人家可是开了好几家赌场的大老板。久仰。下铺那位红爷更是重量级，1年之内抢了3个银行，要不是被手下出卖，根本不会进来。牛逼！我呢稍微差一点，我绑架了一个富商的儿子，换了几百万极乐币，潇洒了3个月才被抓到，也不错了。那是不过。等等，什么叫也不错了？轮得到你品头论足？你是个什么东西？我说这些是为了让你知道，轻易别得罪我们，我们让你干嘛你就干嘛，敢说半个不字，出去以后把你做了对我们来说轻而易举，能明白？明白。所以你怎么进来的？我把人给侵犯了。呵，侵犯，强奸就强奸，说这么好听做什么？滚马桶边蹲着去。监狱里没几个囚犯看得起强奸犯，因为这种事情进来的，最后都会变成监狱里地位最低，人人都可以踹几脚的狗。这是为啥？他妈的还为啥？老子最看不起欺辱女人小孩的畜生了，不光是我，这里没人看得起这种王八蛋。别逼老子揍你！我没说我侵犯的是女人啊，我不管你侵犯的是。我就这点小爱好，我最喜欢的就是赤手空拳降服你们这种有血性、有男人味的，这才够贱。我操！众人闻言都背后挪了挪自己的位置，尽量远离江小艺。你继续，哥，我刚看你不是要下床吗？怎么又退回去了？我没有啊。下来玩玩嘛，哥，你不是要揍我吗？但是你可得用力点揍我，你反抗越剧烈，我越高兴哦。那什么，小兄弟，他刚刚说的都是逗你的，大家都是囚犯，哪来这么多讲究？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你就是因为这个进来的，可千万不能一错再错啊。那我现在可以做了吗？当然。江小艺坐下后试了试床垫的硬度，有些不太满意。好硬啊，跟睡木板没区别啊。垫点东西就好了。垫啥？要不你们谁抱着我睡？不至于，垫床被子就好了吗？你把你被子给这个小兄弟垫一垫，人家睡不惯这么硬的床，你多照顾照顾。啊，我说的就是你。要是让我逮到你偷偷在被子里导管给弄脏了，我可是要标记你的。没有，绝对没有。要是不干净出去，你弄死我都行。待到江小艺铺完床，差不多闲下来，光头壮着胆子过来试探。哥，你犯这个事儿吧，细说起来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你应该很快就出去了吧？就算是大事也无所谓，我关系贼硬。哦，有多硬？我还没进来，外面已经有人帮我运作了，走个流程而已，就这么硬。小兄弟，你这么一运作，能减多久啊？减多久？那你可就太小看我的关系了。按照我现在的罪行，应该是关个2年多，但经过运作，我过2天就能直接。难道说能直接出去？我背后的人脉能直接给我争取个流放。男人去刺杀60岁老头，却意外睡了他的情妇，但没想到这个情妇居然是自己顶头上司的老婆。不过上司知道后不仅不愤怒，反而还挺开心。原来上司让他去刺杀老头是为了进监狱当卧底，而且原本他也打算把老婆给江小艺。虽然现在莫名其妙只赔了夫人，但是好歹江小艺也进了监狱。小兄弟，你们慢慢聊，我年纪大了，我就先睡了。这么早就睡了？我还说一起逛逛呢。逛牢房就这么屁大点地方，能逛什么？我好久没来嘛，想看看监狱配置有没有更新。那算了，你们睡吧，我自己去看看。然后江小艺就在3人震惊的眼神中，靠着开门技能，直接起身推开了监狱警署的体门，径直走了出去，门都没关。他怎么开的门？难道狱警忘了锁？这是越狱的好机会。怎么样，要不要跟着出去？要去你们去，我总感觉不太妙。他妈的不管了！申哥起身径直从门口出，几乎与此同时，牢房外传来了恐怖的声响。喂，听得见吗？今天有幸来到我们极乐城一间做客，在这里我看到了我们一间犯人被人做精神面貌，大家的自卑、软弱、恃强凌弱，让我颇为惊喜，也让我因为成为你们的一份子而感到十分的荣幸。哎，你们怎么来了？我没越狱，我就讲2句心里话。卧槽，兄弟，可不行拿枪口指人啊！冯部长，虽然兜兜转转我还是睡了你老婆，但是这样我们就2清了。老苏，你是典狱长，肯定能操作一下的，想想办法呢，给江小艺整个流放。冯部长，不是我不帮忙啊，问题是他这个问题可大可小。张峰那边不想闹大，找了城主从中斡旋。你要硬是想给这件事捅出去，一这流程就得提回看守所等待2审。这一旦公开庭审，到时候我没法交代啊。张鹏这个老东西，我还没上位的时候就算了，退休了还惦记着我老婆，还要坏我的好事。
真该死！老苏，你不能帮忙就算了，但你得给我出主意啊！这个，除非他在服刑期间他有不配合，甚至因为过激行动造成恶劣影响，咱们是可以酌情给他加几笔的。牢里戒备森严，伤人杀人应该是不太可能的，要不我安排他越过你。这时，苏玉找到手机。喂，门外人，你说吧。好了，我知道了，可能不需要安排他越狱了。为什么？因为他自己越了。他越狱以后没有逃跑，而是跑到广播室发表了一番关于自己坐牢很高兴、很自豪什么什么的讲话，对极乐城整个司法系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就是说，您不用安排了，光靠他自己，今晚就能直接坐上流放的班车了。江小艺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还是让上面直接越过流程，把他插队安排进了这个任务，顺利流放。此刻他已经远离了极乐。什么嘛？就只有沙漠也能叫废土？受到辐射，你的体质属性会逐渐降低，体质清空后开始扣除生命值。还有辐射啊，那就对味儿了。他一点也不慌，原因很简单，因为体质开始降低的同时，救赎之神的治愈这个永久棒也已经开始发挥作用，状态掉的甚至还没回得快。而此刻江小艺打算先去寻找一下流放者的聚居地，但是他并不知道在哪，四周全是黄沙，分不清方向。江小艺随便选了个方向离开。头领，脚印似乎是往坟场那边去的，我们还追吗？被辐射了还能跑这么快？现在太晚了，脏东西就快从地底爬出来了。他往坟场走，估计是没活路了，只能重新要人。现在就先回去吧。我江小艺没有意见，不可埋山，断江、老海、降妖、镇魔、赤神、衰星、飞腾、海剑，到我高贵的权性。另外，男人在沙漠里走了2天半，在他快饿死的时候，终于发现了一个机械牧场。当他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人类聚集地时，整个机械牧场的地面却突然涌出了无数原石向他扑来。卧槽！感染者！感染者拥有实体，是被辐射的人死后变成的怪物，只留下了本能，并没有意识，是更类似于丧尸般的存在。对这种东西使用监管者项链起不到任何作用。不过江小艺一向是一个懂得变通的人，不是灵体，那就把他们变成灵体。所以他启动了可以控制灵体的监管者项链。我江小艺没有意见，不可埋山，断江、老海、降妖、镇魔、赤神、衰星、飞腾、海剑，到我高贵的权性。另外，随着他一声令下，以坟场为中心，无数蛰伏在暗处的亡灵顿时循声而来。你们去给我扑在这些感染者身上，操控他们，然后听我号令。在监管者项链的作用下，这些亡灵很快行动了起来，朝着感染者的残躯疯狂，很快就夺取了所有感染者的身体控制权。江小艺则随即挑了身边的一个倒霉蛋问了起来：“你知道附近人类的聚居地在哪吗？”感染者身躯的声带早就烂掉了，亡灵发不出声音，只能比划着指了几个方向。江小艺随即决定还是先整个交通工具去看看再说，得有个比较低调的交通工具，而且还得带上个亡灵当向导。至于其他的，就先原地待命，当做我的底牌。既然如此，生前是工程师或者懂机械，出列。一声令下，数百个感染者从尸山中艰难地爬出来，站在江小艺的面前。很好，你们能用到的所有材料都在你们面前，现在给我拼个高达。当然，高达肯定是拼不出来的。江小艺也只能退其求次，让工程师们拼出了一架飞机。正准备上飞机的江小艺突然想到了什么，等等，我不会开飞机啊！你脱离这副躯体，然后附到飞机的操控系统里面去，以后你就叫贾维斯了。总工程师一愣，随后大喜，立马变成亡灵姿态进入了驾驶舱。至于你们其他人，既然高达拼不出来，那么留在这里给我盖个军事基地不过分吧？而此刻，在流放者营地，流放者的大首领正在听着军师的汇报。大首领，天亮派出去的人刚刚已经回来了，一无所获。坟场呢？去看了吗？那里的感染者倾巢出动了，这个时候靠近，一定会被撕碎的。至于那个线人，应该是没活路了。从确定好人选到送过来，花了足足3天时间。要是在那边准备，指不定还要多久呢。下一次袭击就在明天，为了不让那几个混蛋怀疑，必须按原计划进行。可这样的话，又得毫无意义的损失一架飞机和一个飞行员了。我们现在也没几架飞机了。那有什么办法？都投进去这么多了，在拿下极乐城之前，我们已经回不了头了。我就担心您那几个叔叔乘机搞动作，担心他们不仅联系了我们，还联系了极乐城那边。放心，他们想要走出沙漠，必须拥有我们的信息和情报，在双赢之前不会翻脸的。况且，我们的目标也不仅仅只是沙漠。父辈失去，我全部都要拿回来，这或许是我此生仅有的机会。要是天上能掉个飞机下来就好了，我也不会心疼了。这怎么可能？报，离席，离席。大首领和军师来到屋外，然后他们就见到真的有一架飞机从空中滑下来，稳稳落在离他们最近的。太好了，我可算是找到组织了。你是什么人啊？什么？你们怎么知道我走在路上捡了架飞机？谁问你这个了？我问你是什么人？不是说了自己人吗？我昨天刚刚被流放。头目听到这话，他突然想到了什么，神色紧张地戴上了防毒面具。来个人检测一下辐射，看看还有没有救。2个提着设备的人赶了过来，二话不说就开始测江小艺身上的辐射。不测还好，这么一测，设备的指针直接开始紊乱了。200伦琴，辐射值爆表了。流放者最清楚这意味着什么。200伦琴，
如果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待上2个小时，已经可以准备后事了。而眼前的年轻人赫然已经成了辐射源，江小艺立马就被辐射部门的人接管，关在了防辐射帐篷里。而此刻，一个全副武装的人走了进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个营地的管理者，也是整个沙漠中所有流放者的大首领。哦，我什么时候能出去？你应该出不去，你身上的辐射太强了，恐怕就不回来了。士兵刚打算向这个男人靠近，还没走2步，突然面带惊恐，屁滚尿流的跑掉。只因士兵手里的辐射探测仪在疯狂报警，男人身上散发着当量极为恐怖，正常人只要待在他身边一时半会儿，就可以去见太太了。此刻，江小艺被关进了防辐射帐篷里，流浪者营地的大首领也全副武装的来接见这个恐怖的辐射源头。你身上的辐射太强了，就不回来了。还有啥遗言可以跟我说？辐射，这有啥好怕的？你知道有吗？啊！我妈说这东西补铁，对身体好，我从小吃饭前都要舔一口。我吃饭的碗这么大，纯摇。而且不止辐射对我没影响，我还不会得癌症。我小时候家里穷，吃不饱饭又没钱买零食，就拿塑料袋泡在开水里，碳化以后搅成酱喝下去，还不能放凉，不然粘牙。这么多年了都是这么过来的，我早就练出来了。这他妈还能练出来的？嗨，这跟酒量没什么区别的兄弟，不信你看嘛，我身上这么大的辐射量，一点事儿都没有。大首领仔细看去，还真是。正常来说，受到严重核辐射后，皮肤会红肿，然后腐烂，同时还会大量脱发，整个人会很快衰败下去。而这些症状在江小艺身上却没有。你有没有事暂且不论，我问你，你是不是遇到感染者了？遇到了。果然如此。虽然沙漠里到处都是辐射，但是辐射量小得多，他这一身的辐射只能是碰到感染者。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大首领知道江小艺的身份，也知道他被流放后的行踪，所以奇怪江小艺为什么能从坟场逃出来。我不是说了吗？捡到了架飞机。真是你捡的？废话。尽管一切证据似乎都在证明江小艺说的是真的，但大首领还是有些觉得难以置信。虽然目前多了一架飞机是好事，但不知为何，大首领心里就是有些忐忑。你先委屈一下，我之后会找人帮你再做检测的。如果没问题的话，你穿上防护服就可以自由行动了。对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姜子牙。姜子牙，好别致的名字。古有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今有我姜子牙起飞机，绝不空军。后来辐射部的人来对江小艺进行了全面检查，震惊的发现江小艺的辐射全部只停留在了皮肤表面，只需要对身体表面全面清理下去。我你妈！这种特殊的属性，再加上他搞来了一架飞机，让江小艺在流放岛中的战斗性提高了。清理完辐射，江小艺被带到了大首领的住处。你来了，坐。这是要面试？不是，我们只是想看看什么人运气这么好，而且还拥有不受辐射影响的本事。运气好就不会被流放了，这个世道都不容易啊。你这还装上了？我是这里的军师，有些事需要和你谈一谈。没问题。正常来说，刚刚流放出来的人找到这里，或者被我们的斥候找到带回来，都会先被隔离一段时间，确认不会有什么威胁，再给机会融入。不过你比较特殊，刚来就给了我们一个大惊喜，但流程还是必须要走的。我需要知道你是因为什么被流放的。这个不方便说吗？江小艺思索着怎么编才能让对方对自己产生认同感。倒也不是，只是说来有些惭愧。我们那里有个菜市场，有个屠夫，自称镇关西的，他欺辱良家，强抢民女，我看不过，当街3拳把他打死。谁知道他背井从前，如果不是极乐城没有死刑，我估计活不到现在。你特么不是因为偷了不该偷的人，又在监狱搞事才流放的？虽然早已从内部获得情报知道实情，但为了玩好碟中谍的戏码，军师还是没揭穿。真是一位好汉啊，是吧？哎，极乐城已经烂到骨子里了呀。那就没问题了。不瞒你说，很多流放者都是因为招惹了极乐城的达官贵族才被流放出来的。你如此正义，又捡到这架飞机立下大功，真是我们的福气了。过奖了，你很不错，以后好好跟我干。好，多谢大领主赏识，这就算是打入内部了，顺利的有点不合理啊！我说啥他们信啥，真有这么天真，还怎么在沙漠混下去的？难道这个领域的人普遍智商都不高？也不对啊，冯远征他老婆还会兵法呢，欲擒故纵和口技玩的贼溜，也不像是弱智，不对劲。你这次捡的这架飞机真的是大功一件，放心，跟着我们以后不会亏待你的。所以你们准备花多少钱买我的飞机？我这可是战斗机，不是你们那种飞机能比的。其实我也很舍不得，但是既然你们有需要，我倒也不是不能忍痛割爱。不是，你是说我们还要买？你们想白嫖？不要误会，你捡到的东西自然是你的，我们当然不会强占，只是我们原本以为现在都是一家人了，不用说这些，倒是我们考虑不周了。一家人归一家人，但是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兄弟，不是跟你吹牛逼，我在路上看到乞丐都从来不施舍的，你指望我捐飞机？大首领也没想到江小艺突然来这么一出，不过倒也正中下怀，他正愁怎么才能不被江小艺怀疑的引出接下来要说的话。我可以破格让你成为武装部队的副总指挥。副总指挥？大首领不能这么草率啊！副总指挥可是能调动大半营地武装的重要职位，仅在你我何总指挥之下。诚然他立下这么大的功劳，立场又和我们一样坚定，和极乐城有深仇大恨，但也不能把这么重要的职位轻易就交给他，更何况他也没办法服众了。我意已决，我们连生存都成问题，也拿不出什么值钱的东西，唯独只有拿出能够让姜子牙获得尊敬的地位，才能够展示我们的诚意。江小艺静静地看着两人唱双簧，心中的怀疑逐渐明晰。他看得出来，大首领很急，或许有想要飞机的意图在里面。但是抛出这么大的橄榄枝之前，甚至没调查过自己的成分，一定有什么原因
让他不得不用这种方式拉拢自己。后面再找机会验证，现在嘛，就先陪他耍耍。哇，原来飞机在这里这么值钱啊！那么你同意了？当然，如若不弃，某愿拜为义军。男子指挥一群僵尸给自己造了一架飞机，又把飞机捐给了一群沙漠里的流放者，想一次统一其内部。谁知流放者大首领转手就把整个流放者军队的指挥权都给他，如此重要的职位说给就给。这也让江小艺瞬间就意识到了不对劲。接上集，在让江小艺出任军队指挥官之后，大首领和军师又开始继续唱着双簧，把明天要继续空袭极乐城的计划假装不经意间透露给了江小艺。待江小艺离开后，军师心里却始终觉得有些不稳。我是感觉有点麻烦了，为什么非得经他的手来传递这个消息？不麻烦，情报这种东西，当然得让极乐城那些人以为是自己挖出来的才值得相信。无法控制的情报来源，他们无论如何都会有所怀疑的。现在就不一样，人是他们的人，传回去的情报也是真的，他们一定会以为自己胜券在握了。不过我总觉得这个姜子牙有些不靠谱。不用担心，计划、时间，甚至就连什么地方能联系到外界，我们都假装不小心透露给他了，而且还给了他独自行动的机会，他没道理坐得住。这一环扣一环，恐怕这小子还以为已经轻而易举获得了我们的信任，准备伺机搞些小动作了吧？大首领真是玩弄人心的高手啊！然而，江小艺在屋里待了整整一天，就在首领和军师都以为这家伙是不是真的脑子不好没礼物到的时候，晚上江小艺终于出了门，在四处闲逛了起来。路上遇到不少武装人员，但都没有理会他的意思。途径西侧电网旁的通讯塔，看着空虚至极的防守，江小艺若有所思。不会真是无间道吧？这么多巧合啊！说实话有点刻意了。但他并不打算偷偷用营地的通讯设备联系冯远征，因为如果假定大首领不是弱智，那么他就是还在试探。如果这个时候去联系冯远征，搞不好要被当场抓。这个领域终究是 S 级，如果危险和难度并不体现在卧底的过程中，那必然是有什么隐藏的秘密等待他去挖掘。看来不得不使用我的爱机了。经过缜密的思考，他的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完整且可以给他提供立体防御的计划。江小艺趁着夜色溜到了飞机边上，准备叫贾维斯打开机舱。可就在这时，在江小艺身后却突然有人发出了声音：“你要去哪？你是？你不认识我吗？我可是知道你哦。”啊，这我真不知道，你直说吧。我叫金兰。金兰？没听过，不好意思。我哥叫金婷。你哥叫荆轲也没用啊，我真不熟，别蹭了。小孩子大晚上就别乱跑了，快回家去吧。哼，我虽然个子矮，但不是小孩子，我已经24岁了。哟呵，合法萝莉。换做平时，从来没见过合法萝莉的他，高低得抽空品鉴品鉴。不过现在没空，他很急。好了好了，你比我还大1岁呢，这么大的人了，懂点事儿好吗？快回家去吧。合着我比你大，比你小，你都有说此事吗？那好吧，我现在就回家告诉我哥，他今天新任命的副总指挥调戏我，还准备潜逃。啊？不是，你等一下，你哥不会是？当然是大首领了。不是，你话不能乱说啊，我哪就调戏你了？哼，合法萝莉肯定不是什么好词。怎么就不是好词了？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怎么能假定它不是好词？我只是在夸你年轻漂亮而已。你骗人！而且从你见到我开始，你一直就鼓鼓的，你敢说你没有那种心思？啊！江小艺的 CPU 很少过载，但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承认他懵逼了。这是可以说的吗？你们当真是民风剽悍啊！但如果你觉得这是证据，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不是见到你才这样的，我平时就这样。我不信。或许是这件事对他的认知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他迫切想要探究事实，竟然直接下意识就伸手去抓，连江小艺都没想到他会这么大胆，自然反应不过来。我操！妈呀！怎么可能这么大？好了好了，看你这样，你肯定从来没见过真的吧？我的建议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以后你自己找机会多看看吧。我还有事，不陪你玩了。等一下，又怎么了？就是说，你都把你那个放到我手里面了，现在总算是调戏我了吧？啊！降子栽赃，这拳法也太刁钻了吧！你到底想干嘛？其实我是想坐一次飞机。你没坐过飞机？你们这里不是有好几架吗？我哥哥说我们的飞机都不安全，一直不让我坐。这倒确实不安全，你们的飞机跟零式战斗机似的，也就适合拿来撞大楼。不过你这想法是不可能的，我这次出去是你哥给的任务，我肯定不能带你的，不安全。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找到机会偷偷跑出来的。本想拒绝的江小艺突然想到了什么，这傻妮子正好适合套话。我倒是没想到大首领的妹妹会这么贪玩，而且还单纯的有些可爱。你觉得我可爱？虽然你生的挺好看的，还会开飞机，但我哥不让我谈恋爱。我说你单纯的意思是说，你的哥哥每天都忙着给极乐城添堵，你未免有点太无忧无虑了。我哥才不是在给极乐城添堵，极乐城的当权者本来就是一帮小偷，我们只是想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哦，细说。我哥没跟你说他任命你当副总指挥，什么都没告诉你吗？正式任命是明天，或许他打算明天告诉我。是吗？你不是想坐飞机吗？走，我带你转转。单纯并不代表蠢。金兰隐隐觉得江小艺态度反常，但又说不出来哪里奇怪。你不是要执行任务？看着警惕的金兰，江小艺发动了技能说服。说服你的谈吐会让他人不自觉提升对你的好感，提出邀请的成功率得到提高。不影响了，而且和你比起来，其他的事都可以往后推一推。真的？真的？
稍微松一点可以吗？勒得太紧了。那你看看，把带子往下扒一点行不行？就是别正好勒在那上面。说起来，你身材还挺好的嘛，你的衣服被撑得满满当当的，我都怕安全带系不上。没想到你只是胸有点大，腰竟然这么些。江小艺带着金兰坐上了飞机，奈何这是架战斗机，机舱只有一个座位。还好金兰身材娇小，江小艺也不胖，所以金兰坐在江小艺腿上也勉强能坐下。你不要再说了啦，勒得我有点疼。这带子怎么弄呀？你把带子扒到下面肋骨的地方，别这么挤着。怎么弄？我不会呀。算了，我来吧。金兰被碰到的一瞬间，便是浑身僵硬，动弹不得。这也是没办法的，毕竟你弄不明白，不要太紧张。我知道，没事。很快，江小艺便拖着把他们送到了安全带勒不到的地方，让他们在安全带的支撑下向上翘着。但由于安全带本来就只是为一个人准备的，强行塞2个人终归还是有些勉强。或许还是觉得太压迫了，金兰不由自主的一直往后跑，滑嫩的弹翘不安分的顶着江小。真别动了，姐，我难受。现在我更难受啊！你坐我腿上，我只能看到仪表盘，看不到操纵杆在哪，能帮我看一眼吗？好。金兰被安全带勒得摇头摇低头，便伸手在下方摸，很快他就摸到了坚硬的操纵杆。找到了，把你的手伸过来，我握着你的手掌。刚刚不是这样的啊？废话。那怎么办？你老实坐着，别乱动了，准备起飞了。江小艺随意按下几个按钮，然后唤醒总工程师贾维斯，飞机的引擎瞬间启动，带着飞鱼。用跟上面汇报吗？大首领说了，不管他干嘛，我们都当没看见就好。大首领神机妙算，肯定都在他的计划之中。但是我刚刚看到大首领的妹妹好像也跟着去了。不怕，这一定也是计划的一部分。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原来如此，您不愧是大首领的心腹，老大真是太懂了。天上好美啊！你看那朵云像不像一个蘑菇？不大像，我见过真正的蘑菇云。那2朵云消失过后，我家楼下多了很多流浪汉。为什么蘑菇云会有流浪汉？不利于和平的问题不要多问。小气。说起来，你之前说的小偷是什么意思？什么小偷？就是你说极乐城的当权者是小偷，这是为什么？原本沙漠里没有极乐城，大家都只是过去那场末世灾难的幸存者。后来在我曾祖父的领导下，难民们团结一致，修建起了名为极乐城的这个安全区。可就在最后确立秩序的时候，曾祖父却遭到了背叛，被赶了出来，还给我们安上了罪名的帽子。我的祖先出了最大的力，牺牲了最多，但最后却被那些混蛋窃取了胜利的果实，还要将我们赶尽杀绝。你说这公平吗？江小艺听完，心绪同样有些复杂，因为他想到了自己当初也是被手下背叛，惨遭分尸流放才来到这个世界，又遇到这各种各样的灵域，这不公平。不过对于这种摘桃子的畜生来说，破坏永远比保护简单的多。金兰默不作声，但江小艺能感觉到他的内心并不平静，因为他的手正在逐渐转动。别再捏我了呀，混蛋！你刚刚说我哥哥是在给极乐城添堵，我可一直记着呢，这是对你的惩罚。像是为了示威，金兰甚至用另一只手也抓了上去。江小艺懵了，他一向很讨厌没有边界感，更讨厌没有边界感还无知的人。怀里的女孩显然就是这样，装得很，但实则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什么过分的事。也就我是个正人君子，若是你这么对别人，什么后果简直想都不敢想。你也就是遇到我了，你能怎样？哼！金兰得寸进尺，竟然还要将手伸进去。别乱动啊！江小艺握着操纵杆的手微微抖颤，尽管驾驶的事情交给了贾维斯，但是他这么一抖，飞机还是颠簸着。金兰正趁着江小艺得操控飞机，不能拿他怎么假装做事要扯他的衣物，结果飞机滑了一下，竟是弄死了，真给江小艺扯下来，感觉失去了束缚。江小艺一下子愣住了。你怎么真的？别这样啊！你以为我想了？我是不是叫你别乱动了？那现在怎么办？什么怎么办？现在还能怎么办？把安全带解开处理一下行不行？亏你说得出口，万一出什么事命都没了。金兰嘴上叫嚣的厉害，但是发现完脱以后，整个人都懵了。特别是当他感觉到了什么后，更是惊慌失措的大叫起来。你想想办法，我都跑出来的，外套里面没穿啊！你特么大！这样，你手撑在我大腿上，然后踮着脚，这样能稍微保持点距离。男女2人以一种极为诡异的姿势开着飞机，这个姿势他们已经保持了2个半小时。女人终于支撑不住，身子缓缓下滑，却又瞬间直起。你快点啊，我腿好酸，撑不了多久了。别催啊，我在压了。金兰又坚持了1分钟，终于还是顶住了。你好了没有啊？我真不行了。怎么还没好啊？这样，你说点其他的事情，分散一下我的注意力，这样更好压枪。我说什么啊？比如说大首领他打算怎么对付极乐城之类的。具体的我不知道，他只是说再过不久我们就能回去了。回哪去？当然是回到本该属于我们的地方——极乐城。我有些好奇，从你曾祖父到现在这么多年了都没做到的事，你哥哥为什么会判断再过不久你们就能回去了？
因为神国的门就要开了。神国是什么？神国就是神国，他上一次打开门的时候，将预言带给了我的曾祖父，让他能够带领所有的幸存者共同修筑出如此宏伟的城墙，并且保护了他们不受感染者和亡灵的侵扰。现在征兆已经出现，神国的门一旦被打开，属于我们的荣光就会再次重现。那万一人家这次选其他人给预言呢？不会的，只有我哥哥才能打开神国的门。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哥骗你的？这其实只是让他能在手下的人心里建立威望的手段而已。不可能，我哥就是能打开，而且等到神国的门再次开启之后，我哥一定会比我曾祖父还要厉害。到时候他肯定能带着我们离开这危机重重的地方，找到沙漠外的绿洲。我才不信呢！随你信不信，反正你到时候就知道了。靠着金兰给他提供的巨大信息量，江小艺此刻也终于盘出了这个世界的历史。末日降临，幸存者在高等文明的指引下建立起了安全区。就在即将落成时候，如今的极乐城当权者一派被此摘了桃子，建立者被迫害驱逐成为流放者。在此之后，为了掩饰这段历史，一直称他们是罪民，并不断将重刑犯投放进沙漠，使其污名化。在这个过程中，被称为神国的高等文明无疑扮演着救世主的角色。不过他只管人类的生存，却不在乎他们内部。多年后的今天，流放者大首领不知道如何判断出神国之门即将开启，打算重现祖上荣光，洗脱罪名，就此开始考试。对上了，全都对上了。什么对上了？你再不小心点，我就要对上滑进去了。你是大坏蛋。从金兰提到的征兆二字和来之前冯远征提供的情报判断，大首领应该也是在最近才发现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的征兆，这才紧急策划了对极乐城的袭击。否则没道理在此之前好几年两个阵营之间都相安无事，在这个节骨眼上自己被派来当卧底，这就很值得推敲了。难道极乐城里面也有大首领的人？这次让我来当卧底，是想利用我传递假情报？合着都是狼人，就我一个平民是吧？此刻江小艺也终于明白这个领域的难度。按照正常的流程，他需要先当一个工具人传递情报，期间无论他选择阻止流放者的袭击，或是选择静观其变，因为有神国这条无论是从大首领亲信还是底下那些真正的罪民口中都不可能得知的隐藏信息存在，到最后都一定会发展成极乐城和流放者打起来的局面，到时候必然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恐怕要打到大道都被攻略，那么这个领域也就攻略失败。既然已经清楚了来龙去脉，我直接想办法解决掉灾祸本身就行了，那就是神国大首领急着攻打极乐城，那么神国之门一定就在极乐城，接下来嘛。你怎么了？没事，我只是突然想到高兴的事。江小艺想清楚接下来的行动，就直接调转方向，直奔。怎么方向变了？我想去神国之门看看。你知道在哪门你就去看看。不知道，但是我只要把极乐城翻个底朝天，总能找到的。就你还翻个底朝天呢？你有这能力还能被流放？更何况要是神国之门这么容易打开，极乐城那些混蛋早就把我们赶尽杀绝了。这你就不用管了。今天你算来着了，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僵尸世界大战。不多时，从云层中下降，金兰终于能够看到地面的景象了。这就是极乐城，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极乐城？我不是已经调转方向了吗？江小艺顺着窗口往外看去，也是愣住了，也难怪没有去过极乐城的金兰误会。坟场里面此刻已经满是钢铁剑，宛若一座城池。江小艺倒吸一口凉气，这才想起领走传说的军事基地。坏了，好像他们当真了。可我不是才离开了1天吗？效率这么高，而且感染者的数量为何比走之前多了这么多？此时靠近坟场，贾维斯也通过亡灵间的特殊渠道联系上了如今替代他管理这里的新任总工程师。飞机的语音系统开始播报：他们挖出了更多的躯壳，然后叫来远房亲戚一起加入了我们的队伍。现在您的手下已经有将近2万人了。贾维斯突兀的播报显然吓到了勉强保持平衡的金兰，尖叫一声跌坐在了江小艺的身上。深夜，远在流放者营地的大首领尚不知晓自己的妹妹已经成为成年人。此刻的他招来下属询问江小艺的情况。他要去通讯塔吗？没有，他开着飞机带着你妹妹跑了。奇怪，这么好的机会都放弃了吗？你说什么玩意？他带着谁跑了？你妹妹，他把你妹妹抱在腿上，你妹妹还挺主动的。那你他妈就干看着，不去拦着。我不知道啊，老大说这是你的计划，让我们别管。他没将情报送给极乐城，而是带走了你妹妹，这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难道说他想绑架我妹妹，当做要挟我的筹码？但是现在这些都已经无所谓了，现在必须把他抓回来。可是他的飞机我们看过，性能远超我们的飞机，现在去追恐怕追不上了。事已至此，没办法了。联系绿洲那边，我不管他们有没有准备好，现在计划提前了。日出之前，军队必须集结，重铸我被人